当日本不顾阻拦将核废水排入大海，核辐射这3个字彻底搅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是处于信息流通的年代，随便通过互联网就能够查阅到相关资料，得知人体可以承受的最高辐射水平，受辐射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之类的问题。可在过去，人类是如何得出核辐射的威力的？如果战争当中被投掷了原子弹，人又能撑多久呢？而这些答案便出自于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人体实验。看过之前视频的小伙伴肯定对人体实验不陌生，特别是一些打着医疗的幌子，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非法实验，简直是一个比一个丧心病狂。可悲的是，往往到最后，科学家因为研究成果而名声大噪，可这些实验记录却永久掩埋。而那些饱受实验折磨的受害者，又有多少人能够有本事向政府讨要说法呢？冷战时期，美苏两国虽然没有直接开战，但一直持续存在着核武器威胁。最坏的打算就是对方冷不丁的飞过来一颗，而美国五角大楼作为国防部和军事要地，自然最容易成为攻击目标。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真的发生核爆，军队崩溃之前能够承受多少核辐射呢？士兵的战斗力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于是五角大楼向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医院寻求答案。当时尤金·桑格是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的主任，他提出可以开发一种血液和尿液检测方法，从而快速显现出一个人的辐射暴露水平。这要是能够运用到核战场，必定会非常的有帮助。很快，一项人体辐射实验即将启动，尤金就是主要的负责人。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辛辛那提大学医院工作了将近40年，后来也被称作为核医学和放射研究领域的早期领导者。而这一切的荣誉都是以牺牲广大无辜的癌症患者作为代价的。让我把时间拉回到1958年的9月25日，尤金提出了一项名为全身辐射后人体代谢变化的资助提案，并向国防部申请拨款，用于分析全身受辐射患者尿液当中的氨基酸尿水平。国防部批准了这一提案，并且要求辐射实验要模仿核战争时期的条件，以准确评估辐射对于士兵的认知和生理影响。按照计划，实验将在1960年开始进行。辛辛那提大学医院把癌症晚期的患者都交给了尤金。另一边，患者误以为这是一项新的治疗研究，只要参与就能够获得免费的放射性治疗，这对于缓解病情会有很大的帮助。然而，尤金并未透露任何风险，也没有患者知道治疗费是由国防部支出的。不仅如此，他挑选的实验对象还有一定的要求，除了癌症晚期之外，其他方面都得非常健康，且事先没有接受过放射治疗。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准确地观察到核辐射对于健康组织的影响。从1960年到1971年，有90名癌症晚期患者参与了实验，他们的年龄不等，上至84岁，下至9岁。在实验过程中，这些癌症患者被暴露在高达300拉德的环境当中长达几个小时，相当于持续做了2万次 X 光检查，远远超过了人体安全的辐射范围。有时尤金还会在患者辐射前先提取骨髓，然后再往回输，以减轻辐射对于健康造成的衰弱影响。而且他还计划将辐射剂量增加到600拉德，观察人体反应。果然，患者陆陆续续都出现了恶心、呕吐、虚弱、疲劳等症状。可在全身放疗后的3天内，除非患者反应抗议，尤金绝对不会主动提供缓解恶心的药物。除了生理变化之外，研究人员同时还评估了每位患者接受辐射后的精神状态。然而，实验才进行了不到2个月，死亡率就相当的惊人，速度最快的只坚持了6天。他就是80岁的玛格丽特·培根，经过骨髓切除手术后中风，随后他接受了全身放射治疗，6天后便去世了。还有一些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疗后几周或者几个月内都死亡了，而且即便患者家属都不希望死后尸检，可多年后他们才得知，其实当年那批实验对象全部都被偷偷尸检了。还有一名受害者的经历非常的典型，他的名字叫做卢拉·塔尔顿，是一位年长的非裔美国家庭佣工。由于乳腺癌复发，来到医院医治，可没想到自己被故意诱导，认定辐射能够有效治疗他的癌症，实际上自己稀里糊涂的参与了一项人体实验。就这样，卢拉在医院地下室接受了全身放射治疗，连续好几个星期都在呕吐抽搐。和实验中的其他患者一样，卢拉没有得到任何后续护理，哪怕只是一颗缓解恶心或者疼痛的药物都没有收到。此外，没有人让卢拉签署任何同意书，家人也不知道他莫名其妙地参加了一项辐射实验，还以为卢拉正在接受常规的癌症治疗呢。1960年10月6日，詹姆斯·蒂德威尔因癌症入住辛辛那提大学医院。然而他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被选中成为了人体实验的对象。10月28日，詹姆斯按照尤金的计划开始进行辐射治疗。他全身接受的第一剂电离辐射量是100拉德，然后逐渐增加到250拉德。在此过程当中，詹姆斯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尤金安慰他这是辐射治疗的正常反应。同时他们也仔细观察了詹姆斯每天的身体变化，并做好记录。和其他实验对象一样，詹姆斯出现了呕吐、腹泻、腹痛、虚弱的症状，虽然很痛苦，但他从未怀疑过治疗有
有问题。到了11月7日，尤金又尝试给詹姆斯的大脑进行了300拉德的辐射照射，没想到詹姆斯的病情急剧恶化，甚至开始出现了幻觉，变得精神错乱。22天后，也就是詹姆斯开始治疗后的第32天，他终于结束痛苦，永远的离开了人世。据统计，在辛辛那提辐射实验对象中，大约有60%都是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其次，研究人员还调查过所有实验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只有4.2年，普遍没有什么文化。而且，据说在治疗开始前，研究人员还调查过患者的智商，发现大多数人都存在着脑器质性缺陷。这样看来，辛辛那提辐射实验属于严重不道德。他们利用这些癌症患者持续了长达10多年的实验，其中在1964年，尤金还提出要扩大实验规模，最后出于伦理原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拒绝了他的请求。而尤金的最初计划是一直继续这项研究，直到所有实验对象全部死亡为止。可令他意外的是，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那就是辛辛那提大学英语教授玛莎·史蒂芬斯。1972年，玛莎无意间读到了一本有关于辐射实验的报道，便猜到了自己学校可能涉及其中。很快，他找到了辛辛那提大学医院的院长，想方设法的说服对方给自己看了600多页的相关文件。没想到其中的内容令玛莎无比震惊，同时他也不想为其遮掩，于是撰写了一份揭露人体实验的论文，从而掀起了一波巨大的舆论压力。其实一开始，由于实验人员的强烈否认，媒体自然是站在权威那一边的，但由于公众的强烈反对，个别媒体也开始专攻实验对象并不知情的这一点而大肆报道。然而根据梳理，在实验的前5年里，患者确实没有被通知签署任何同意书，但在1965年至1969年之间，同意书是有了，但里面没有准确解释放射治疗的副作用。再到后来，同意书确实更新了，新增了不少有可能会出现的副作用，但仍然没有提到死亡风险。一些受害者家属甚至控诉研究人员伪造了同意书上的部分签名。最终眼看着难以收场，辛辛那提辐射实验在1972年正式终止。至少有20名实验对象在治疗2个月内就死亡，剩下的患者则陆续去世。而在实验终止前，仅有6名实验对象还活着。作为回应，辛辛那提大学召集了一个研究小组，重新审查和评估了这项辐射实验。最后，该小组得出的结论：医院并没有任何的不当行为。可公众都不是傻子，这种自查根本就没有意义，更不可能以此平息众怒。为了安抚公众，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委托了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开始对这项人体实验展开调查。然而，跨部门审查的工作流程就意味着不得不牵扯出五角大楼、国防部、能源部等组织的秘密关系。据说还抖出了国防部总共拨款了65万1000美元来支持辛辛那提辐射实验的丑闻。作为负责人的尤金在实验被揭露后，立刻就变成了新闻的焦点，和他一口咬定高剂量的放射性治疗对31%的患者都产生了很大的帮助。这是一种姑息疗法，虽然不能根除疾病，但至少能够减轻患者痛苦，延长生存期。而那些实验对象真正的死亡原因都是癌症本身。对于尤金的辩解，一些业内人士也表示怀疑。实验中他们给病人的辐射量完全就不是用于治疗的正常剂量，并且足够对正常细胞造成很大的损害。至于最后的调查结果，尤金利用不知情、未受教育的低收入癌症患者，实验本身不道德是必然的，但也为科学知识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直到今日，尤金的研究仍被用于辐射暴露指南。1994年2月17日，患者家属向研究人员、辛辛那提大学医院和辛辛那提市提出了集体诉讼。直到1999年，该诉讼终于达成和解。患者家属总共获得了400万美元的和解金，可评分过后，每户人家仅仅只获得了5万美元。除此之外，作为诉讼的一部分，他们争取到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纪念1960到1972年辐射效应研究。虽然这块纪念碑放置在现在的辛辛那提大学医院附近的外面，但上面并没有提及到尤金这个人，也没有提到他发生在辛辛那提的事实。2001年，由于施工原因，纪念碑还被搬迁到了停车场后面。更糟糕的是，近年来由于疏于管理，纪念碑早就被灌木丛挡得严严实实的。后来，互联网上有许多人声讨，要求让纪念碑重见天日后，相关部门这才派人去清除了灌木丛。更讽刺的是，辛辛那提大学医院内部倒是摆放着纪念尤金博士事业生涯和他实验室成就的牌匾，另外还有一个专门的架子，展示了尤金使用过的制药设备和个人物品。无论怎样伸张正义，都无法改变患者付出了惨痛代价的事实。临床实验固然重要，但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患者所剩的时日已不多，他的知情权都必须摆在第一位，尤其是弱势群体。难道他们的生命就能够被强者随意践踏吗？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于这项人体实验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